现在我是来到重庆彭水县的蚩尤九黎城了，这是中国最大的苗族建筑群，它整体是依山而建，有着高达99米的九黎宫，宛如空中楼阁。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吊脚楼，还被网友称为重庆版的9层妖塔。广场上还有24米高的九黎神柱直插云霄。不仅如此，这里还有世界上唯一的9级庭院，可以说这里处处都是苗族千年文化的印记了。这里不仅是苗族先民的精神家园，还是黎民百姓中黎民的文化溯源地，藏着蚩尤与九黎部落的悲壮传说、迁徙故事。那今天就跟随我的脚步，从山门到神柱，从大殿到吊脚楼，解锁这里的建筑奇迹、上古传说，还有鲜活民俗，感受这里背后的苗族密码与千年情怀。在正式游览之前，先跟大家好好聊聊核心人物蚩尤。毕竟很多朋友可能对他不是太了解，甚至会有误解，觉得他是反派。其实并不是这样。首先明确一点，蚩尤、黄帝、炎帝3个人并称为中华民族的3大人文始祖，3个人地位平等，只是当年部落纷争才有了后来的故事。蚩尤是上古时期九黎部落联盟的首领。上古时期指的是什么时候呢？大概是在4、5千年前。这个九黎部落联盟就是由9个大部落、81个兄弟氏族组成，势力非常强大，主要活动在今天的黄河中下游一带。而炎帝和黄帝分别是另外2个大部落的首领。炎帝部落擅长农耕，黄帝部落擅长游牧与征战。一开始，蚩尤部落和炎帝部落因为领地和资源问题产生了冲突，蚩尤就带领着九黎部落打败了炎帝。炎帝走投无路，就联合了黄帝部落，组成了炎黄联盟，共同对抗蚩尤。这就是著名的涿鹿之战。那么涿鹿之战的涿鹿在什么地方呢？一般认为是现在的河北涿鹿县一带。涿鹿之战打得十分惨烈，传说蚩尤是勇猛无比，铜头铁额，力大无穷，还率先发明了冶炼技术，打造出了锋利的金属兵器。一开始炎黄联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黄帝甚至9次交战都败给了蚩尤。后来黄帝发明了指南车，破解了蚩尤制造的大雾迷阵，再加上炎黄联盟人多势众，最终打败了蚩尤。蚩尤战死之后他的九黎部落分崩离析，一部分留在了北方，融入了炎黄部落，成为了华夏族的一部分。而大部分不愿意臣服的族人就跟着蚩尤的后裔一路向南迁徙，躲避战乱。他们历经千辛万苦，从黄河中下游出发，经过了河南、湖北，再到湖南、江西，最后辗转来到了贵州、重庆一带的大山里，在这里定居下来，繁衍生息。久而久之，这些南迁的九黎部落后裔，慢慢就演化成了现在的苗族、瑶族、黎族等少数民族。其中彭水的苗族就是当年南迁的一支，被称为红苗。也正因为如此，苗族人始终把蚩尤视为自己的始祖。修建这座蚩尤九黎城，就是为了纪念他，传承他的精神。这里就是蚩尤九黎城的入口了。眼前这道山门气势恢宏，青瓦飞檐，雕花精美，体现了苗族传统建筑的霸气。不过这里的门票呢是90块钱，价格不算便宜毕竟呢这里藏着好几个世界之最。逛完之后再来看值不值。这座山门的2侧是立着2个巨大的牛皮鼓，这可不是摆设苗族的鼓舞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据说这个鼓的起源就和蚩尤练兵有关。当年蚩尤训练部落士兵时就会击鼓传令，鼓声雄浑，既能鼓舞士气，又能传达指令。后来就慢慢演变成了迎客和节庆的礼仪。眼前这座建筑就是世界上唯一的9级庭院了。这可是九黎城的灵魂通道，可以说这里每一步都藏着深意，也藏着蚩尤部落的古老传说。大家看，这条通道呢是由3座石门、3座木门、3座砖木门共同组成的9道门，一道比一道高，依山势逐级攀升，每道门高9尺，刚好对应蚩尤的81个兄弟。进来第1道大门之后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尊大熊猫的雕塑。这尊大熊猫看起来呢是有点凶猛和我们在动物园里面看到的不太一样。你看它的爪子呢是十分的尖锐，而且呢还带着这种脚环，因为它是蚩尤的坐骑，
所以说呢就显得有点凶猛了。这里上方还写着九黎秘境呢。可能有人会问，蚩尤为什么会有81个兄弟呢？根据古籍记载，蚩尤是九黎部落联盟的首领。这个联盟啊是由9个部落组成，每个部落又有9个兄弟氏族，加起来刚好是81个。而这座九级庭院就是为了纪念这81个兄弟氏族，象征着九黎部落的团结一心。苗族先民认为向上攀登的过程啊，就是步步进阶，趋近神明的登神仪式。当年蚩尤带领部落祭拜先祖时啊，就会沿着逐级升高的台阶前行，寓意着与祖先的对话，祈求部落平安、五谷丰登。站在这上方啊，我们就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到这里为什么叫九级庭院了。因为每进入一道门啊，都是有一个院子，而且这里每道门的名称呢都非常有意思啊。来看一下，这道门呢是叫做鱼夷门，这第一道门呢是叫做犬夷门。这2个名字啊，就是九黎部落当中其中2个部落的名称了。来看一下这座九级庭院啊，它的主要材料呢是木头，这个柱子啊也是非常的粗大，不过用的是什么木头呢就不清楚了，因为表面上啊是上了一层漆。这上面的梁架斗拱啊，用的也都是非常粗大的木头。在这座建筑里面呢，可以看到层层叠叠的阶梯，就有点像是迷宫啊，看起来非常的魔幻。在这里打开窗往下看，确实壮观啊。来看一下另外一边呢，还有一座碉楼，这边是城墙。沿着阶梯继续往上面走呢，又可以看到一道门，是叫做方夷门，也是其中一个部落的名称。这里有一尊雕像，这就是九黎部落的人了。来看一下他的形象，个个都是面目狰狞，拿着武器，而且发髻上呢还绑着牛角。再继续往上呢，就看到了这道黄夷门。走在青石板铺就的阶梯上，能明显的感受到坡度的变化，越往上呢就越庄重。据说以前苗族部落举行重大的祭祀时啊，首领和长老就会沿着这条通道登顶，代表着与祖先对话的虔诚。过了黄夷门之后呢，这后面又看到3道门了，分别是白夷门、赤夷门、玄夷门。看来这里的建筑是花了大价钱去修的。来看一下这些石柱呢，都是非常的粗大，当时运上来都是一个大问题啊。从九级庭院上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一座高大的牌坊，牌坊上的雕刻呢还是非常有意思。来看一下这边呢，就是有2头头朝下的狮子，这个呢就叫做下山狮。而旁边呢就是有一头龙，它的龙爪是抓着下面的青蛙。中间呢还有一头大象，这个雕塑呢应该就是一头羊了。这里还有2个老人在荡秋千。另一面呢就是有一头老虎，还有一头猪。我们从上往下看这座九级庭院，是层层叠叠，气势磅礴啊。再来看一下另一边，这里呢就是九黎宫了。这种视觉冲击力真的很难用语言来形容。上来之后还要往下走一段，这下方呢是有一个广场，旁边就是九黎宫的侧面了。等一下去到广场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从那边的入口上去看看。下面这个广场呢还是蛮大，这里有一栋楼叫做苗戏楼，可惜今天没有表演。而苗戏楼的对面呢就是他们的九黎神柱了，这根神柱呢是他们苗族的精神图腾啊。然后看一下这边就是层层叠叠的九黎宫了，这下方还有一个大的舞台，现在也是没有表演。来看，这就是九黎神柱了。这根神柱可是实打实的世界之最，高达24米，下面最粗的地方呢直径是有3米，
是用整块汉白玉雕刻而成，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直径最大、雕刻人物最多的苗族藤图柱。它的背后呢，就是藏着蚩尤部落最悲壮、最动人的传说了。我们走进来看看，神柱上的雕刻是密密麻麻、栩栩如生，从上到下呢是刻满了苗族祖先的神话故事和生活场景，有蚩尤带领九黎部落农耕狩猎的画面，有上古时期涿鹿之战的厮杀场景，还有苗族图腾中的飞禽走兽。这里每一刀都是精雕细琢、活灵活现，而这些雕刻呢，都是对蚩尤传说的生动还原了。在苗族人的心目中，这根神柱就相当于是蚩尤的脊梁骨。千百年来，苗族先民南迁途中始终带着对祖先的思念，无论迁徙到哪里，都铭记着蚩尤的坚韧与勇敢。而这根神柱就是他们对根的执念、对勇气的传承，也是苗族与华夏民族血脉相连的见证。我们常说的黎民百姓，其中黎民指的就是蚩尤的九黎部落，而这根神柱就是黎民的精神图腾。那么这个神柱广场就是苗族举行重大活动的地方，比如采山花节、苗年等等。届时苗族群众就会聚集在这里，跳白手舞、唱苗歌、吹芦笙，场面十分的热闹。就在九黎神柱的旁边就是蚩尤大殿了，我们走进来看看。这里面供奉着的就是我们国家最大的蚩尤坐像了，也是整座城最神圣的地方，更是讲述蚩尤完整传说的最佳之地。这尊神像用纯紫铜打造，重达40吨，光看体量就足够震撼了。而细节呢，更是藏着不少讲究，每一处都对应着蚩尤的传说。大家来看，神像头戴牛角头盔，这正对应着蚩尤铜头铁额的传说。传说蚩尤天生神力，头像牛，铜头铁额，刀枪不入，所以苗族人将牛头作为图腾，供奉在蚩尤神像上，象征着祖先的勇猛与威严。双脚犀利如刃，双目怒视前方，仿佛能看透一切，尽显上古战神的神威与悲壮。这是为了纪念蚩尤在涿鹿之战中的不屈抗争。左手握拳，代表着永不屈服的战斗精神；右手叉腰，形成完美的防御姿势，展现出蚩尤攻守兼备的战神智慧。看完了蚩尤大殿之后呢，现在就回过头来看看九黎宫。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苗族吊脚楼群，已经申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它的高度是99米，象征着99归一，对应蚩尤的9个部落和81个兄弟氏族。它也被网友戏称为重庆版的9层妖塔。但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是贬义，而是对眼前这座建筑感到很震撼的一种表达。因为这样的建筑好像就只有在电影里才能够看到一样，而现在它就在眼前。大家看是不是特别有视觉冲击力呢？其中最让人感到惊叹的是它的建筑工艺。它整座宫殿呢，大部分结构都是用了木头，没有用一颗铁钉、一滴胶水，全部采用苗族传统的榫卯结构搭建而成，木材之间相互咬合，环环相扣，坚不可摧。九黎宫依山造势，退山而居，层层叠叠的吊脚楼沿着山体向上延伸，青瓦幕墙与周围的青山绿水融为一体，既有苗族建筑的精巧，又有宫殿的雄伟。大家仔细看，九黎宫的屋檐上是盘有9条龙，5条金龙，4条银龙。特别的是，其中4条龙是龙身牛首，因为在苗族同胞的观念中龙牛不分，都是他们的图腾对象。这也和蚩尤的铜头铁额与牛图腾相关的传说相呼应。现在就进入九黎宫的内部来参观一下。这座九黎宫也算是他们的苗王府了。在1楼这个位置还摆放着一个根雕，是一个女孩子的形象是叫做焦阿姨。关于这个根雕还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就是在涿鹿之战之后呢，蚩尤的儿子榜优带领着残部向南迁徙，在武陵山深处就发现了盐和丹，还偶遇到一名叫焦阿姨的异族姑娘，2个人相爱生子，日子过得十分的幸福。这里面还摆放着好多木头的雕塑，来看这些呢，都是一个个树瘤，然后是雕刻出了很多人头像。
里面还摆放着很多苗族的家具，当然这些呢都是比较高级的了。像中间的这个位置啊，就是用来供奉祖先的，相当于是祖先的神龛了。这也是一个神台，外观看起来呢是十分的精美。这里面呢还摆放着一些兵器呢。这里是展示了他们苗族人家的房间了。来看，这里有一个火堆，这个在他们苗族当中呢是称作火堂。苗族人家的厨房，这里有阶梯可以上去第2层。在2楼啊是放置着一些苗族的银饰，真的是一件比一件精美啊。来看一下，这边呢是有一个银壶、银杯子、银汤匙、银碗、银筷子，甚至呢连梳子都是用银子来做的。这边还有银的腰带，这里还有一些装饰在衣服上的刺绣，每一件花纹呢都是十分的美观。后面这一排呢就是他们苗族的家具展了，主要呢都是比较精美的床，还有椅子。看样子游客走到第2层呢就不能继续往上面走了。刚刚透过窗啊就可以看到另一边呢还放着一些脚手架，好像还在装修当中。这边呢也没有通道通往后面。这一面墙上还有一些雕塑，来看中间这个大的，这个呢应该就是蚩尤的儿子跟焦阿依。在这里逛了一圈下来之后呢，我相信大家都看出来了，这些建筑啊都是在近些年才建好的仿古建筑。那有人可能会问了，这里原来会不会就是一座古城的遗址呢？其实也没有，这就是纯新的仿古建筑群，是在2013年开工，2015年完工的一个建筑群，2016年呢才被评为4A 级景区。建设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纪念苗族始祖蚩尤，以及传承苗族文化。那最后就愿我们都能够带着对历史的敬畏、对文化的尊重，铭记祖先传奇，传承千年文明，让每一段传说、每一种文化都能够在时光中永远闪耀，让中华民族的多元之美代代相传。